这个女孩为了夺得冠军，居然偷袭自己的对手。谁能想到她的对手居然是转生的最强阴阳师？刺杀没成功不说，人家还大摇大摆走过来要和她夜聊。看她今晚夜色不错的份上，她愿意听梅贝尔说自己的苦衷，搞不好她就改变心意了。梅贝尔确信自己拿出真本事不会输给赛卡，因为他有不能输的理由。他再次拜托赛卡弃权，否则他无法手下留情。但不想赛卡直接说出了真相，梅贝尔就是阿米欧的替身，他的使命就是在这场大会上取得优胜，成为勇者，吸引魔族的注意。不过梅贝尔这么坚持获胜，应该还有其他的理由。赛卡表示，如果梅贝尔愿意告诉他，他可以考虑弃权。原来梅贝尔真正的任务其实是要死于斜眼剑士的剑下，让魔族以为勇者已经死了。如果洛克商会会将所有残留的奴隶之子培养成佣兵派遣出去，梅贝尔和凯尔都是商会培养的孩子，所以他才会拥有这么出色的战斗技巧。而对于商会来说，重要的是透过这场大赛测试凯尔是否成为一个完美的佣兵。想成为商会佣兵的人，必须的头盖骨开一个洞，将魔法刻印在大脑上，这样就能成为一个不受恐惧、愤怒等感情左右，彻底服从命令的完美佣兵。不过也会失去所有感情，彻底成为另外一个人。被带到商会作为佣兵的候补孩子们，会在培育所4人一组共同训练，每天形影不离的生活在一起。大人经常告诫他们要珍惜同伴，相互扶持。然而4个人中只有1个可以接受手术，直到杀掉从前珍视的3位同伴，才算真正成为佣兵。这就是所谓的考核，而他就是凯尔必须杀掉的3位同伴中的最后一位。但他如此坚持也要进入决赛，并不是为了被凯尔杀掉完成任务，而是要杀了凯尔为他的哥哥报仇。死去的同伴中有一个是他的哥哥，赛卡说他撒谎，梅贝尔的哥哥不就是凯尔本人吗？他的红发其实是染的，眼睛的颜色也和凯尔一样。原来凯尔在接受手术之前曾告诉他，如果手术后他彻底变成另一个人，希望梅贝尔能亲手让他解脱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赢凯尔，但他还是想试试看。不管是赢得胜利还是输给凯尔之后逃跑，他最后都会被商会处分，还不如完成哥哥的遗愿。赛卡听说这些话之后，突然说自己改变心意了，他要在决赛上打败凯尔。梅贝尔急了，赛卡根本就什么都不懂，况且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赛卡让他回学校就好，只要有他在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人对梅贝尔出手，因为他可是最强的。而且如果要说梅贝尔的哥哥有什么愿望的话，他肯定是希望自己唯一的妹妹可以获得自由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梅贝尔也不再争辩，他会在明天全力以赴将赛卡打倒。赛卡也表示自己会努力向梅贝尔证明他就是最强的。第二天，赛卡和梅贝尔的对决正式开始。梅贝尔放弃伪装勇者，拿出了自己真正的武器，一把巨大的铁斧。他坚信过着安稳日子的贵族子弟是不可能赢过他的。比赛开始的瞬间，梅贝尔挥起巨斧朝赛卡冲去，赛卡使用纸人替身瞬间躲避。梅贝尔挥舞巨斧就像单手剑一样轻松，应该是用重力魔法变轻了。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赛卡用纸人将巨斧的重力提升了1000倍，巨斧重重砸在地上抬不起来。紧接着召唤出水银质的藤蔓，将梅贝尔牢牢束缚，随后拿起巨斧抵上梅贝尔的脖子。裁判立刻判定赛卡获胜，赛卡顺利晋级决赛，对上了凯尔。当赛卡提起梅贝尔，凯尔表现得非常冷漠，梅贝尔在他眼中只是必须要杀掉的人而已，这让赛卡非常不爽，让他在输掉比赛之后去和梅贝尔道歉。比赛开始的瞬间，赛卡立刻召唤夜莲，整座赛场瞬间被红雾笼罩，外面的人不能窥见分毫。赛卡先后使用鬼火和藤蔓，都没能使凯尔后退分毫。见对方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，赛卡也只能叹气，召唤出牛鬼。面对如此怪物，凯尔仍然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，结果被牛鬼一锤砸成了重伤。赛卡一直认为能感受到恐惧是一件好事，如果凯尔有感情，就能知道牛鬼和他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，心里哪怕有一丝的恐惧，都不会挑起这场无谋的战斗。而就在凯尔战败之后，咒印瞬间遍布了他的全身，赛卡立刻布下结界隔开诅咒，但是已经太晚了，开始侵蚀的时候就已经对肉体造成了伤害。凯尔在濒死之际恢复了神智，拽着赛卡的手留下了对梅贝尔的遗言。凯尔的死深深激怒了赛卡，他试图用咒术复活凯尔，小雪吓坏了，一个劲地劝说赛卡三思，那个咒术太过招摇，他不是说这一世要隐藏自己的实力吗？他难道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要转世吗？在小雪的劝说下，赛卡清醒过来，终止了施法。大会落下帷幕，赛卡以凯尔灰飞烟灭为借口成为了冠军，他拿到了优胜奖金，并拒绝加入禁卫队的邀请。之后，凯尔将遗体交给了梅贝尔安葬，并将凯尔的遗言告诉他。凯尔最后说四叶草的事他很抱歉。梅贝尔瞬间泪流满面，原来在凯尔接受手术之前，不小心弄坏了梅贝尔最喜欢的四叶草发夹，他们俩为此还小吵了一架。梅贝尔不知道今后如何是好，赛卡表示让他回到学校，他会解决好一切的。之后，赛卡除了将勇者之外的事情都告诉了阿米欧和伊法。阿米欧缠着梅贝尔还要再和他比一场。阿米欧无疑是个天才，他很快学会了在剑上施加重力魔法，成功打败梅贝尔，赢回了一局，表示从今天之后他来担任梅贝尔的对手。两个人随即握手言和。
回到学院后，赛卡去见了校长，表示自己已经救下梅贝尔这个勇者替身。校长对赛卡已经知道真相毫不意外，梅贝尔确实是为了对付魔族隐瞒阿米欧存在而准备的替身，但商会并不是将梅贝尔租给学校，而是直接卖给他们了。商会想利用大会提升自家佣兵的名气，认定梅贝尔会死在凯尔手里，只可惜投机不成18米。校长很心疼梅贝尔，明明才华横溢，却总是露出一副尝尽世间所有不幸的表情。为了让梅贝尔在活命的前提下输掉王牌，所以校长才会派出学校王牌，也就是赛卡出手。之后梅贝尔将红发染了回去，可惜却成了每天都被学习折磨的学渣，读书简直比杀人还可怕。第2年的学院生活很快结束，暑假即将到来，赛卡被临时派去阿斯蒂利亚王国调查龙。阿斯蒂利亚王国的议员委托他父亲进行调查，不过他的家人都在忙，任务就落到了赛卡头上。阿米欧和梅贝尔也想去，不过两人都还要回家见父母。就在这时，阿斯蒂利亚王国第1王子塞利西欧来到餐厅寻找赛卡，并且还对伊法一见钟情，当场单膝跪地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后宫，成为他的妻子之一。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伊法赶紧以他是赛卡的奴隶为由拒绝了王子。然而王子恋爱脑严重，二话不说就要让赛卡开价买下伊法，还是他的近侍利泽开口制止了王子。几个人换了个地方进行密谈。关于阿斯蒂利亚的龙，据说它是由王妃从蛋里孵化出来的，几百年前就一直住在那块土地上，与人类共同生活。过去也曾和祖先一起对抗敌军，不过最近1年，那条龙变得有些奇怪，开始攻击田地和家畜，损害也在一天天的增加。王子希望赛卡能跟他一起前往调查，说着又邀请伊法一起共进晚餐。会谈结束后，赛卡被阿米欧和梅贝尔拽进小树林，逼问他是不是真的要把伊法交给王子。赛卡当然不会，但如果伊法愿意，他也不会阻拦伊法进后宫。这样两个妹子非常无语，说什么都不让赛卡向伊法提起这件事。2天之后，赛卡和伊法跟随王子的车驾离开了学校。赛卡在马车上痛不欲生，又听见伊法说王子邀请他共乘1辆马车。不过伊法认为王子不是真想邀请他进后宫的，但如果是真的，他还觉得有些开心，这让赛卡心里有些不爽。9天之后，他们抵达了阿斯蒂利亚王国的首都。赛卡一下马就看到天空盘旋的龙，巨龙在他们面前低空掠过，导致马匹受惊。这时一只熔岩虎被召唤出来扑向巨龙，巨龙轻松躲过飞入森林，但没想到熔岩虎居然失控地朝着伊法扑去。赛卡立刻使用冰柱拦住熔岩虎，将对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。不过还没等他动手，就有召唤师将熔岩虎收了回去。王子跑过来生气地质问佣兵团团长泽库特，他刚才差点伤到了从帝国来的贵客，但泽库特一脸的无所谓，这不是因为王子不在的期间情况有变吗？这几天巨龙变得很紧张，甚至都开始攻击人了，而且他也看不起贵族出身的赛卡。赛卡不明白王子为什么要雇佣佣兵，结果王子却说他要讨伐巨龙。如今只剩下这一个办法解决眼下的事态。赛卡想劝王子重新考虑一下，熔岩虎还不足以对抗龙，甚至会导致龙离开这里去攻击其他国家。泽库特一看赛卡看不起他，两人当场吵了起来。王子劝走了泽库特，赛卡却把矛头对准了他。王子讨伐龙这件事根本没有得到女王和人民的认同，王子却说首都的首长是他，这事儿已经全权交给他负责了，让赛卡不要干涉他国内政。既然如此，赛卡也无话可说，转头训斥起了伊法。刚才熔岩虎逼近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魔法？难道吓了一跳就要白白送死吗？他不可能随时都在伊法身边，要是他再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他可以使用魔法，甚至逃跑或者寻求帮助，必须有所行动，是他对伊法唯一的要求。伊法被训斥的眼泪汪汪，赛卡也知道自己严重了，遇到危险谁都会因为害怕动弹不得，但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人敲醒他，他就会一直愣在原地。赛卡就曾经看到他的师兄在眼前被妖怪吃掉，他不想让伊法也经历这种事。隔天，赛卡和伊法来到图书馆，开始调查关于龙的资料。根据文献记载，阿斯蒂利亚龙是在数百年前诞生的。虽然无法确定龙和传说一样是被王妃孵化，但它确实来到这里和人民一起生活。之后，另外一条龙也来到了阿斯蒂利亚。2条龙一起住进了山上的巢穴里。50年之后，2条龙开始变得奇怪，它们不仅攻击走散的家畜，还对外来的人类进行威吓，和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。那是因为它们生下了孩子，孩子成年之后就离巢了。100年前，母龙自然死亡，唯一存活下来的就只有一只公龙。这次的行动应该和育儿无关。赛卡说他要去龙居住的山里看看，实际到现场近距离观察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当然，伊法要留在这里。深夜，伊法突然找上赛卡，刚才突然有女仆说王子殿下找他过去，伊法被吓到了，不敢待到自己的房间，于是跑来和赛卡一起睡。赛卡问他是否考虑进王子的后宫，让伊法不要顾虑自己，尽管说。结果伊法还以为是赛卡不要他了。赛卡劝说伊法，毕竟王子的后宫也是一件很光荣的婚事，虽然伊法离开会让他寂寞，但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。伊法失落地表示自己会考虑，就和赛卡道了晚安。第2天一早，伊法已经不在了。小雪钻出来，觉得赛卡昨天说的很过分，就算是他都看得出来，伊法从小就一直爱慕着赛卡，但赛卡却想让他进另一个男人的后宫。
之后，赛卡找到王子，问他昨晚找伊法什么事。王子说他只是想和伊法聊聊，并再次恳求赛卡将伊法转让给他。赛卡果断拒绝，除非伊法自己答应。之后，他提出要去龙居住的山里看看，可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，希望王子不要对伊法做多余的事。但在赛卡离开之后，先找上伊法劝说他加入王子后宫的就是王子的近视利泽，而伊法居然是精灵一族的后代。他问伊法真的甘心继续当赛卡的奴隶吗？伊法应该早就发现了，赛卡可是个怪物。